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就这个茶，咱们每天饭后来一杯，用处真是太厉害了。100斤以下的朋友不要用哦。首先我们准备1个碗，再准备几颗山楂干。山楂大家都非常熟悉吧？吃起来酸酸的，是新鲜山楂烘干或者是晾干之后得到的一个食材。很多人家里面有小宝宝的，就喜欢买一些山楂干在家里面，平时用来泡水喝，也是非常不错的。尤其是大鱼大肉过后，特别油腻，来上一杯山楂水，也是超级开胃解腻的。对于小孩子来说也超级棒。所以说，山楂的用处非常多。但如果只是单纯的用山楂干来泡水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学会今天的这个方法之后，绝对让你收获满满。准备好的1把山楂放入碗中，再来1小把桑葚干。桑葚干在之前的视频中也和大家说过，里面含有丰富的花青素以及膳食纤维，营养价值也特别高。像农村里面，屋前屋后都能看到桑葚，一到夏天，树上长满了桑葚，秋天的时候，像这种紫色的桑葚也挂满了树枝。像这种桑葚干是花钱买的，价格还不便宜，1斤卖到了好几十。所以有条件的朋友，平时可以多摘一些桑葚，把它晾晒干后储存起来，这样就不用花高价钱去买了。然后再准备1把这种的玫瑰花朵。很多朋友都喜欢玫瑰花，喜欢收玫瑰花，但是我们今天用到的玫瑰花是这种玫瑰花朵，主要是用来泡茶煮水喝，也不需要太多，大概5、6朵的样子即可。对于女性朋友来说，是特别棒的一种材料。准备好的玫瑰花朵也放入碗中，然后再加入1块陈皮。不喜欢陈皮的这种味道的朋友，那么加入一点点就可以，但一定要有哦。少了陈皮的话，用处也会大打折扣。家里面没有陈皮的朋友，用橘子皮代替也是可以的，只是加橘子皮，肯定没有用陈皮的效果棒。然后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，用2根竹筷子轻轻地晃动，利用水的冲击力，把所有食材表面的灰尘冲刷下来。不一会里面的水就由清澈见底，变成了这种的粉红色。现在把里面的污水倒掉，用漏勺把里面所有的食材过滤出来。再用清水多冲洗2次，这样洗过的食材就已经非常的干净了。把食材的水分空1空旁备用。接下来再准备半个柚子，把它这样切开后，从中间以这种方式轻轻一掰，整个果肉就完全下来了，没有残留一点点的白膜在上面，既完整又好看，而且非常快速。直接放进砂锅里面，接着再把刚才洗好的食材全部倒进来，加入适量的清水。像我们的食材和水的比例是1比5，家里面有井水的用井水最好，没有井水的用纯净水也可以。然后盖上锅盖，开大火，先把锅里面煮沸腾，
沸腾之后转到中小火，再煮上20分钟的时间。煮的时间一定要够，不然的话，里面的营养成分很难被煮出来。时间到，把锅盖揭开，锅里面慢慢恢复平静后，这道水果茶就做好了。光看起来就食欲满满了，里面的颜色就像红酒一样，闻起来也超级的香。趁热将它盛入杯中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那么请用您发财的手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一次点赞和支持都是我最大的前进动力，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。那么这道茶的做法超级简单，很多朋友平时总是管不住自己的嘴，一吃就吃到12分饱，吃饱了之后又非常的难受。那么不妨每天这样来上一杯，既解腻又饱腹。但大家要注意，像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道茶，不能空腹饮用哦，不然的话，很可能会导致咱们的肠胃不适。尤其是胃不好的朋友，一定要切记这一点。它的口感喝起来就是咱们水果的味道，和平时买的果茶非常相似，有点点像蜂蜜柚子茶。对了，大家对于口感有要求的话，那么把这个茶放置微烫，微烫的时候往里面加一点点蜂蜜，那样口感更佳哦。但不建议加太多，毕竟蜂蜜虽然非常的滋补，用处也特别的多，但其中也含有大量的糖分，一次性吃多了当然也会适得其反。所以说，如果对口感没有要求的话，尽量选择原汁原味的喝。需要的朋友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试哦。那我们今天分享就先到这里了，感谢你收看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